所以我就突然间看到我的 buddy 的床前面有人站着，拿着包包，然后就在他的床前面一直在那边这样骂，然后我就以为是我的 buddy， 我就说，这样晚你还不要睡觉啊？你做什么？他这边这样，可是我一讲那句话的时候，他的 machine 就停下来，然后就这样转过来，然后他一转过来的时候，我就吓死了，因为他转过来的时候，他的眼睛是红色，我就oh shit， 我就知道他不是人。欢迎回到零度的空间，大家好，我又回来了。今天我有2位新的朋友 ，OK， 在我右边是 Chelsea，Hello， 大家，我是 Chelsea 秦晖。在我左边 QZ 陶医生志同，大家都知道了哈。对啦，很熟了啦。所以呢，明天大家都应该知道是农历7月初1，就是鬼门开。所以呢，我们会有一段很特别的片段给大家看，改编于真人真事 ，OK， 这是一位观众发进来的故事 ，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吧。我们终于到了。哎呀，叫你搬点东西都讲累。哇，这里的风景真的很不错哎。哎呀，每天都可以看的。喂，来呀。终于搬进来了。喂，讲了一下啦。你很臭啊，先去洗澡。我们都很臭啊。黏黏的。哎呀。那个是我们的吗？给我看看。哎呀，你流血了，痛不痛？可能是那个 mover 送错吧。哎呀 ，OK 了，我明天把它丢掉 ，OK。其实还蛮好看的嘛，不如留着。OK 啊，你喜欢就好。哎，几点了？还不要睡觉啊？哦，玩多一个 match，OK？什么声音？可能是楼上的孩子吧。哦，这个时间还在吵啊？看。哎，睡觉。女儿，女儿，你在家吗？你在房间啊？女儿，
事。哎，天哪！不要想太多了。闭上眼睛，睡觉吧。爹，你在看什么？笑什么？我被吓到哎，真的蛮恐怖的嘞。因为我们制作组就是带我们进就是进一间小小的房间，关灯来给我们看这个片段。哇，真的很有那个氛围感，对连我看了我都这边有一点心有一点不安的，真的。对，对然后我又尖叫一声啊，这样。哎，你们两个很勇敢的，也没有叫没有。我跟你讲，我被你的尖叫吓到。被吓到，对对对。我觉得最恐怖的一点就是他突然间抓了那个手指，就是那个部分说实在，我都没有遇过这么凶的。什么？对啊，我没有遇到这么凶。我觉得如果真的我遇到这么凶的一个物质的话，我其实会蛮兴奋，因为就是说，第一次看过，对，第一次看过。可是你知道，今天我们是讲关于7月的这个东西嘛，就是说7月该不该搬家进来？其实你觉不觉得他的那个影片应该 moral 的 story 是不要真的，就像你讲的，不要乱捡人家的东西。呀，我不觉得 OK 啊，我不懂吧？我觉得即使你搬家还是不搬家，7月还是不是7月的时候，就是不属于你的东西就不要乱拿哦。要不然你也不知道你会招来什么东西，你知道吗？真的。其实搬家是大家都应该在农历7月会避免的事之一，但是在中元节的期间，我们会有一整套的习俗和禁忌都应该遵守的，你觉得呢？其实我自己觉得这种东西是看你自己是相信什么东西啊。就是我自己其实觉得搬家的时候，你肯定是有忙别的东西的，就在翻是我几时要去请假啊，还是你可能是太兴奋了，就是觉得终于有自己的家了，所以你也是不会太管这种东西啦。所以是真的是要看你自己相信的什么。OK， 那这种我问你，如果就是有人就是那段时间真的是没有办法要搬进那个新家，怎么办？其实我现在要先跟大家讲一下，就是其实7月是可以搬家的。对，contrary to popular belief，7月其实就是说，如果你是熟悉就是说易经的话，就是说在华人的信仰里面，7月其实在数字里面是一个很吉祥的一个月，它不是一个坏月哦，反而7月是最适合搬家的一个月份。可是因为7这个数字在易经里面代表的是一个 renewal， 一个更新，好像一个新的开始。所以比方说你在这个时间搬家啊，还是结婚的话，其实是很好的一个日子来的。而且对，可是在一个月里面，当然都是会有所谓的好的日子，还是不好的日子。然后他们说黄道吉日、黑道吉日。
所以你只要是在7月里面，你会看那个 calendar， 你知道现在都有 app 很容易看的，对吧？你就看只要是黄道吉日的话，你都是可以搬家。我跟你讲哦，真的哦，我阿嬷哦就是在7月的时候搬家，然后她搬进去了，隔天她就摔佛地。哇，这个不只是没事，这个是 Oh my god 哦。对呀、所以是可以搬家的。then 我要搬家了哦。可是已经明天嘞，怎么办啊？没有时间搬家。明天了，今天 BTO，你还有30天30天，随便一个日子你去选。对，可是就是说7月，如果你真的是有一点就是说避讳这种东西的话，就是说还是害怕的话，是有方法可以解决的。就比方说我们会做所谓的就是破土仪式，还是就是所谓你在外面他们会讲动土嘛，像说你不只是7月，就是说你随便哪个月，你只要是要在家里好像要去装修啊，还是说你要真的是说真正的搬进去的话，都有一个仪式可以做。反正它那个仪式的那个大概我就不细说啦，就是说你进去里面，然后那个仪式去拜拜，跟那个住宅里面的那些好兄弟，还是那些各方的神灵，跟他们讲说，哦，我今天要正式搬进来，好像你所以我如果有任何冒犯到你的东西，你就不要监管。然后有的人就是说他搬进去的时候，他也会做所谓的仪式，所谓的仪式就是所谓的封四角还是安四角，就是反正就是在家里的四方安一个结界，所以有这个结界的话，外面的东西就进不来，里面的东西也出不去啦。其实这个我也是听说过，所以呢，大家如果你们在农历7月的时候真的是需要搬家，不要怕。找我你看，对，我找你啊，准备就对了。你可以找他，他已经讲了 ，You can call me。那就是对于就是搬家的事，其实，在农历7月，就很多人还会就是不想要结婚呐、除了搬家，不想要装修啊，甚至有些人就是开生意、做生意也会怕。对，因为有一部分的人会觉得啊，在农历7月开一个生意会觉得哇很倒霉，就是招来这些霉运，你懂吗？但是又有一部分的人会觉得，哎，可能这是迎来招财的机会。你是怎么看待呢？这个？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好笑的一点，就是你知道很多人说7月你知道每次不是说7月很可怕啊，什么这种东西，可是真的很多人会在趁机这个时候去招财。就比方说在你看咖啡店啊，他们不是会有所谓的对，那种，我懂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 F&B 好像鸡饭的店那种，对吗？对他们会摆一大盘的鸡饭，可能有很多饭，很多人，就加肉加鸡蛋这一类的，对吗？对，他们会就是供养他们。对呀，所以其实这个时候他们就是说，因为你知道好像说泰国的那种佛牌不是有所谓的那种阴牌也是啊，还是有的人就是说阴的东西是可以招财的，因为本身这些鬼气，我们说鬼气，它是可以也是一种气嘛。所以当你去做好事啊，你去供养他们，去普渡他们的时候，人们是相信说他这种举动，这些鬼为了感谢你，他就会帮忙招生意来给你。所以你会看到很多大公司，尤其大公司还是那种蛮缓的那种生意啊，他们都会在7月的时候会有所谓的普渡法会，而且呢这个时候他们就是像你讲的，就会哇。大鱼大肉，烧猪啦，好酒啦，对，全部就拿出来啊。然后那个时候可能他前面还会放那种什么 4D number， 对，就是在牛车水，就是有很多那种金布啊，他们就会把就是你说的咯，烧猪，或者他们会把这种贡品就是放在门口外面啦，就是故意要把这种运气就收进来的。对，而且这个时候他们就会请道士，所以其实就是说7月的时候很多道士就很忙啊，很忙，真的很忙，因为就是各个地方就会请，然后去做这种所谓的普渡法会，去施食，我们说施食给这些孤魂，让他们有东西吃，让他们有地方去，还有就是让他们早日可以投胎了。然后你这些积的功德就会转换成所谓的就是财运啊，还是说让你的生意会比较顺一点。所以就是积功德的一种方式。所以对啊，就是很多人会这样做了。其实这样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。尼安空隙啊，就好像他们在外面他们每次在他们的那个塔克西玛外面，他们就会有办那种法会对，其实那个法会就是为了安慰这些亡灵，而且就是让他们好像风水上，你知道可以招一些生意进来。
对，而且有的生意就会趁机这个时候，就是比方说他的地方如果是闹鬼，还是就是比较阴一点的地方，他就会趁机用这个法事来去净化他那个地方的那些能量。因为大家应该知道对吧？尼亚西蒂以前是坟墓对呀，对啊坟场来的。OK， 那我想问你一件事，就是如果我不是要搬家，我没有要结婚，我没有就是开生意，那就是普通的一个人，我很普通的一个人，就是可以做什么来积德吗？积德啊，其实就是因为你说7月的时候的他们会好像拜拜啊这种来积一些德，可能他们会来帮对自己，你懂吗所以我？自己那如果单身是普通人，怎么其有吗？实这有问得很好，就是其实那个咖啡店啊，他们所谓办的这种东西就叫中原会，所以这种中原会通常他们就需要人家的那种帮忙嘛，因为他本身他不能自己啊，对做义工义工啊，还是他可能就是说你要不要一起，就是好像你也出一点钱，然后买一些就是那种米呀，还是买一些那种贡品的东西，一起去供养这些孤魂，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这样去帮忙，而且这种功德都会算在你的啊，大家知道了吧？我帮你们问，对那你们尽量买现在知道东西哦。对，就是积一点德会对自己很好。对 OK，对。那在我们讲故事之前呢，我还要问你，就是有没有就是说在农历7月我们该或不该做的事？其实我觉得说，只要你是保持一个尊重的心态是 OK 的。可是我说，如果不应该做的事情，我自己的经历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说不要乱讲话。就是你可以不相信，可是你千万不要乱讲话。因为我就要分享一个我的自己的故事，就是以前我还小的时候，我不知道这些是什么东西的，还没学，所以我就很喜欢乱讲话。而且我就经过那种普渡的法会，然后你知道不是有那种神像啊，然后他的那个歌台不是有摆那些，不是说第一排不能坐，第一排啊，给好兄弟嘛。对，好兄弟嘛。然后我就走，在走的时候我就说，为什么那些 picture 啊这样丑呀？我说全部长到这样奇怪，过后前面有那些椅子嘛，然后后面的人全部都已经坐满了。我说，你看那些人笨蛋的，为什么前面有位置不要坐？我说，哎呀，前面明明有位置，为什么不要坐？笨的。Oh my god， 你的嘴巴呀，我嘴巴很乱的啦。OK 啦，孩子是不懂事吗？对，可是我一讲了，然后过后我隔天我睡觉起来的时候，我醒来，我嘴巴里面生了16个ulcer。Oh my god！ 就连夜突然间生了16个ulcer。16个，对，我这也永远太夸张了吧！直接哇，对。而且那个时候我的阿嬷就大概就好像有一个感觉说应该是什么事情，所以他就问我，问我妈妈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。她说没有啦，昨天我带她去看那个法会咯，什么这种东西，她应该是好像有乱讲话还是什么的。我的阿嬷就OK 没有事，因为我阿嬷会一点比较民间的一些法术这种东西，所以她就帮我去 cleanse 咯，帮我去扫，帮我去解，然后解完了过后我又再过了一天，我睡觉起来，我的ulcer全部就好了。哇，幸好。但是 OK， 除了就是有奇不奇怪ulcer，你有没有就是发烧还是什么？有，也发烧了，不舒服的，也发烧了。对，就发烧，然后16个ulcer。可是我觉得奇妙就是说，你如果说你一天晚上突然生16个ulcer还好，可是隔天就全部不好，还好，不好，完全不好，这很奇怪耶。对，啊喏没有，它全部就好了。就一天之内全部就好，所以我真的是很相信说，就是在7月的时候，你不要乱讲话，就你可以不相信，就是那种你不相信的，你就尽量嘴巴，不要说在心里就好了。那你们自己本身有没有听过什么东西是真的不可以做的？然后你们自己有好像体验说，真的是不能做。我觉得我没有什么体验，因为我很乖啊，我是一个好孩子。OK， 真的是我会尽量。这个不说，那个不说，那个也不要看，这个也不要动。因为以前我小时候，我觉得农历7月的时候，我会觉得很怕。难怪。因为他们每次都是哇有鬼这种东西，就是好像我上学的时候，因为我以前很喜欢跳舞到很晚，可能要11点、12点这样才回家。所以我走回家的时候，我会疑神疑鬼，尤其是7月的时候，我会，那我会走得很快，但是。我长大之后，我才觉得其实7月没有那么可怕，就是你要尊重他们、尊敬他们，不要乱讲话，不要乱做不该做的事情就 OK 了。可是有时候不是你一定是要做那些
不该做的东西，因为我就跟你一样，是平时是蛮乖的，我也是不会乱说话。可是有时就是比如说，你们有没有听过那个他们就是说，如果就是不只是在7月，别的月也是，可是7月。如果你是从后面的，你背后就是有人叫了你名字，你就不要不应该回头对对对，或者如果你要回头，你要把整个身体转过去，你不可以只是转头而已。因为 OK， 大家我跟你讲，你7月的时候，我 OK，志宏你跟我讲，对不对 ？OK， 因为他们说，你们有3个光点，就是左右肩膀还有你的还有头上额头。所以就是有刘海的那些人，可能7月的时候尽量就是把它开你的窗，开你的可灯窗帘，OK，就给那个3点在这边 ，OK， 头发也不要这样 OK， 你晚上走路的时候讲，尽量讲 OK， 以前我真的是这样，你懂吗？因为我就怕到那么我家里人有跟我讲，我们有一个3点，不用怕的。直接就开而已，不要盖住就可以没事了。可是我有听过，你知道他们是说就是以前他们就讲说如果你转头，它火会灭掉，对吧？对对对，还是有人拍你肩膀，它火会灭掉。对。然后我就有听说一个方法，就是说怎么让它火回来。什么方法？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真的，可是我真的有听过老一辈的说法是这样，就是说如果真的有人 tap 你的手的，拍你的肩膀，你回头了，它灭掉了，你直接就是在这里打一个响指，这样吗？对，打一个响指，就用那个声音激活那个火，然后它就 OK 了。你有试过吗？所以你 snap 就好像那个来的这样，这样哈，imaginary like 对，我有听过啦，我有听过这个说法，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，可是你们可以试一试。对，可是本身就是说，其实我觉得说7月有一点太过，就是说变成很玄的一个东西，就是现在为止，就是说很多人就会说鬼门开啊，还是说很恐怖，你知道大多数满大街都是鬼，你知道吗？可是我觉得说在7月中元节的时候，你们还真的就是要永远记得说它的意义是什么。我觉得在华人习俗上，还是在道教、佛教都好，中元节是以就是 filial piety 孝顺为主。就是说，这个时候我们会祭拜祖先，去记得他们的已故的家人、已故的朋友、已故的动物们啊，我也会去拜我的狗狗。对，还有这个月也是，就是说慈悲心。你看那种时候我们说的中元会，他们会有那种所谓的米啊、Milo powder 啊、柴啊、盐，对，就摆在外面，有，对，它放成一箱一箱一箱，这些说实在的不是给鬼的，鬼。我们只是在祭拜上已经是祭拜好了，其实这个时候是说慈悲心，我们要做的是就是帮人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就是说这些东西最后它是会去到有需要的人身上。对。所以我们就你知道，我们讲道教，我们做法事的时候有所谓的讲说阴阳两利啊，就是说阴好阳也好，所以就是人跟鬼都要照顾到。所以这个时候你们要做，如果真的要做功德的话，你不单只是拜拜，如果你去好像说那种疗养院啊还是什么，你去 volunteer 去做义工的话，其实它功德会跟你更好。其实7月的时候，我也会就是买我的就是很大的狗屋，我不懂你有没有看过 ，OK 那种纸的狗屋，我会买，还有狗也有金子，你知道吗？Yes， 我会买，但我又会烧给我已经已故的我的狗狗。可是说了这种狗还是宠物的事啊，去懂。我其实最近我有听过啦，你好像现在在做那种 pet blessing，你可以解释一下吗？OK 啦，我是有做 pet blessing，就是说，比方说，其实我们相信说，就是狗狗、猫猫，就是宠物之类动物也是有灵魂的嘛。我们都爱它吗？对，所以其实，在现在就是说7月的时候，很多人他们也会想要做所谓的 pet blessing，就是说帮宠物祈福，就是活着的。宠物祈福也有，就是帮已故的这些已经去世的这些猫猫狗狗超度也是。所以现在其实我在这7月的时候，我都会有做这样的一些法事。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玄的，因为一开始我真的不确定说这些猫猫狗狗啊，还是宠物之类，到底我们的法事对他们有没有用？可是我做了我第一场过后，我就相信真的是有用。为什么？发生什么事？因为我第一次做的时候，然后过后。
在那场法事我就正常念经，然后突然间我就在后面我就听到有人在哭啊什么之类，就他们的家人都有来嘛。然后等到我做完法事，我回到家的时候，他的那个 Columbarium 的那个主人啊，就 message 我，他跟我讲说，谢谢你。我说什么事？他说，今天有很多事情发生。我说什么事情？他说，很多这些宠物的家人说有看到他们的猫猫狗狗。哎呦，然后如果是我看到我会哭呀。对，然后有人听到他们的脚步声，还是他们的声音，然后有人闻到他们的味道，所以我在做法事的时候，他们后面有几个人在哭，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些经历，所以我有时候我觉得说，我们也是要帮这些动物，对，动物也是众生之一，所以现在开始7月我会多做这些宠物的超度仪式啊，还是祈福仪式，因为真的不是很多人在外面做，所以可是现在真的是有这个需求，就是说不单单只是为这些动物，也是为了这些主人，我们讲 paw parent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 ，paw parent，对 paw parent。所以就是说，这次7月你已经安排了吗？我已经要排完，我有很多场。我觉得你动物们可以来会一定会有很多的。对，你们可以来。你要帮我的狗超度吗？可以啊，你给我他的名字。你来到我们家吧。我的狗狗是我的宝贝。呀，我觉得 OK， 我觉得你做这件事我觉得很有意义，就是你会你会弄到这些家人们 ，paw parent 会感到很欣慰。对呀，因为其实你这样像7月，很多人都会说通常我们讲的鬼都是好像人类的之类的。其实很多这些我们讲 paw parent 啊，有宠物的这些家人，他们都很担心，就是说他们的宠物去世过后，他们到底在哪里，去哪里？对，他们到底是过得好吗？过得舒服？因为我其实我的狗狗过世之后，我每年都有帮他7月跟清明的时候，我会写他名字去拜。我都会放他们的名字去拜呀。可是就是有人跟我说，就是不能放太多年，因为可能会就是阻止他们阻止他们就是投胎。没有这样的说法，其实。所以你永远都做可以。如果说你看如果以人的角度来说的话，人以道教来说，人最多就是3年他就投胎。对，其实我们有时候在做超度啊、祈福这种东西是 in case，以防万一说他真的是有执着，他放不下，他超过了这3年，你帮他，就是好像帮他给他一个 push 向啊，一个支持 support 这样过去。以动物来说，动物因为他们的那些七情六欲没有人来的这么多，其实说实在，很多不同的观念里面。动物很多都是一去世了，它不到一下子它就投胎。对，除非它真的是有什么事发生，对，什么事发生，很执着在这边等。你知道你有看过那些电影，就是那种狗，我不可以我看这种我一定会哭，所以我不可以看。对。那我们听了全部就是该做不应该做的事情，大家应该都知道了哈，也要听清楚 ，OK， 要记得 ，OK。那现在就是我们讲故事的时间了 ，OK。我会讲一个就是观众发进来的故事。你是什么？你自己的吗？我其实是自己经验过的。那你呢？我的也是我自己亲自经历。就只有你而已。Oh my god！ So 今天我会分享一位观众的故事 ，OK， 他就是 Brian， 他跟我们说这个故事呢是他的 CSM， 就是 Company Sergeant Major 跟他讲的故事 ，OK，那时候他在当兵的时候，他就发现，有一次农历7月，为什么他们宿舍的对面，也就是操场下面会摆着贡品？他那时候就是很纳闷，他有问一下他的 CSM， 可是当时他的 CSM 没有跟他讲什么，但是他也没有就是想太多，因为之后发生了一件事之后，他的 CSM 才跟他讲整个故事的原因 ，OK， 所以这个故事呢，就是说那时候 Brian 在当兵的时候，有一天他整个队伍他们要去野外修炼
不是修炼，演习 ，OK， 他们要去演习，他就是 outfield，OK， I think 我们的男生们都应该知道，OK， 你们去 outfield 的时候，你们该做什么呢？就是挖坑。对，其中一件事就是挖坑 ，OK， 那时候他们需要，就是他们被派到要去挖坑的时候。他们就OK 咯，就是也是其他的就是训练嘛，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但是他们也有一个机器，就是说就是推土机 bulldozer，OK，就是帮那个 push 那个摔进去那个坑那种机器 ，OK。那当时他们就是挖到很深夜的时候，他们就很累了，个个都精疲力尽了 ，OK。然而他们就在坑里面睡觉。OK，and 他跟我说他不是跟我说，他发进来的故事。OK， 那个故事说，那个坑是深到就是到胸口那么高。说当时他们在里面睡觉的时候，就被杀人抓到了，因为你不应该在里面睡觉。但是他们被罚的原因，不仅是因为他们睡觉，是因为他们在坑里面睡觉。如果你在外面睡觉，可能你的sergeant会闭一只眼 ，OK， 不用紧，你累了，我管你。可是他们的规定就是说，不能在坑里面睡觉，为什么呢？所以就是 Brian 就很纳闷，为什么不可以在坑里面睡觉？为什么 is a big no no？ 他们真的就是很严格对于这个规定。之后 Brian 就去问他的 CSM， 他的 CSM 就跟他讲了这个故事。在几年前，有一班就是士兵像他一样去野外训练的时候，也是要挖坑。OK， 那时候他们也在坑里面睡觉，但是那时候并没有这个规定，不能在坑里面睡觉，不能在里面休息。所以他们全部都是在里面休息，直到隔天早上他们醒来之后，他们就是要 count 呢，是吗？什么倒数人数够不够 ？OK， 有没有少谁？所以他们数了，OK， 大家都在 ，OK， 那个号码是对的，然后他们才把推土机把泥土推回那个坑里面，就是盖平它。他们盖平它的之后，就回去的那个兵营。他们回去兵营的时候，他们要倒数，就是数有几个人才能解散。所以他们数来数去，为什么少了一个人？之后他们有那个 body check，才知道是谁不见了。之后他们就赶快就是把搜救队赶到现场。所以他们赶到现场的时候，他们看到一个就是很僵硬的手从泥土的里面就伸出来，所以他整个人是在泥土里面的。Sorry， 有点哇，所以他们就很慌张的赶快挖把他拉出来。当他们挖他出来的时候，已经发现他已经没有呼吸了，挺冷了已经冷了，没有再呼吸了。他的名牌就是写着他的名字，我们叫他 XYZ 啦 ，OK？ 之后几个月，就是在那同一样的兵营呢，有一位 duty officer DO， 他在休息的时间抽烟了，抽完烟他要上去2楼回去他的办公室的时候，他就看到怎么地板有很多湿的泥土脚印在地板。我毛也都站起来。Right？ 我边讲我毛也对一直在对站所以他看到就很奇怪，因为那个时间应该都是士兵们都睡觉的时间，不可能半夜会有就是人上厕所，然后就是地板上有湿的泥土脚印。所以他跟着那个脚印直到4楼的厕所，最后一间浴室前，他就看到一位就是士兵穿什么 long fall 对 long fall long fall 的那个军服，他的整身都是泥巴在冲凉。所以那个 DO 就问他，士兵，这么晚了你在做什么？这个不是在睡觉的时间吗？你在做什么？他一动都不动，就没有回应。DO 再问，
你的军衔是什么？名字是什么？我明天要报告你的 officer in charge。同样的，他沉默，直到 Dio 是说：“你转过来，我要看你的名牌。”当他慢慢的转过来的时候，他的脸是苍白的，而他脸上还沾着泥巴。So 那个 Dio 就问他：“哎，你发生什么事啊？是不是你不舒服？你赶快洗完澡就去睡觉了。” So 隔天早上，这个 Dio 回去这个士兵的部门，他的拉敦啊，对他的拉敦啊，他的队伍那边跟他的 CSM 说，诶，昨天我跟你讲哦，这个 XYZ， 哇，他在半夜在那边冲凉哦，哇，真是泥巴也不懂搞什么事情诶，我跟你讲，因为他讲他会 report 他 officer in charge 吗？等那个 CSM 就问他，哈，等一下，长官，你再说一下那个名字。长官就说 XYZ 咯，那个 CSM 就说。诶，长官，你不要开玩笑嘞！你确定是这个名字吗？但那个 Dio 就说：“确定啊，我还看到他的脸呢，我还知道他长得什么样，说他就形容他的样子。”那个 CSM 就低声的跟长官说：“长官，这个人就是在几个月前在野外训练的时候去世了，就是那个被埋在坑里的那个士兵。”惨了呀，可能。当那个 Dio 听到的时候，他就愣住，哈，可是就明明看到他，所以 Brian 才知道，每年农历7月的时候，他们为什么会摆就是烧的贡品，还有吃的贡品在那里，因为这件事。是为了呀，之后呢 ，Brian 也在同一栋楼的4楼当辅助教官。虽然他没有看到什么异常的东西 ，OK， 他没有预见到，没有看到，没有 feel 到，但是他每当进去那间厕所的时候，他会感觉到好像有一点阴气很重。哎呀，恐怖吧！我一边讲，我一边在那边，我的毛一边在站呢。等一下，我可以先问，就是说，Brian 是他那个投稿人的真名？什么 ？Brian 是那个投稿人的真名吗？就是发这个故事的人的真名是吗？真的名吗？是。因为你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，我突然熟悉吗？想起来，熟悉啊！你也知道吗？这个故事还是你认识吧？我好像就住在那4楼，就我当兵的时候。喂，然后这个你也听过同样的故事？我的辅助的 Sergeant 就叫 Brian。难道是？诶，没有，因为我在对，而且那个厕所就是我们的帮旁边的那个厕所，而且真的就有这个故事，我好像有。Oh my god！ 好巧不巧的，就是跟你同一间兵营。因为其实刚才他们在问我，你们在问我说有没有兵营的故事的时候，我就有想起来说我在兵里面其实有遇到，只是不在7月的时候遇到，而且这个故事现在想起来，那个时候我发生的时候，没有人跟我说为什么会这个东西发生，可是现在想起来，我突然就我了解了，因为。让我来分享我的故事吧，这个就跟 OK， 等一下，我要跟观众们说，我们讲我的故事我讲我的故事之前，我是没有跟他们讲的。对对对，这个我们真的完全不知道，所以他们才是真正是他们的反应都是真实的。我第一次听到。呀 ，OK， 所以我在当兵的时候，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我住在就是大门进来，然后旁边有2个就是双层的那种。的床嘛，然后我睡在左边，然后我的 buddy 睡在右边。然后那个时候就晚上的时候，凌晨好像大概是已经1点多的时候，因为兵营很多蚊子，我就起来，然后就拿那个 mosquito repellent 在那边喷。然后我没有戴眼镜，我在喷的时候，我就突然间看到我的 buddy 的床前面有人站着，然后 hold 着 in long fall。拿着包包拿着包包，然后就在他的床前面，一直在那边像马军。等一下，他有那个泥土吗？我看不到他的脸，问题是我看不到他的脸，我只是看到他穿什么，因为我没有戴眼镜。然后我就以为是我的 buddy， 我就说，这样晚你还不要睡觉啊？你做什么？他这边讲，可是我一讲那句话的时候，他的 machine 就停下来，然后就这样转过来，然后他一转过来的时候，我就吓死。因为他转过来的时候，他的脸，
他的眼睛是红色的。 Oh my Oh my god！ god 哎，红色是不好的，对吗？就是对，很然后恶然后他的脸完全是黑的，就是被泥土盖着。真的是好像你看我的毛一样真的的，哎呦，对，家人们。对，然后他就转过来，我就哦 shit， 我就知道他不是人。嗯，然后我就立刻默默的爬回去我的床上面，我把我被盖起来。然后当我盖起来的时候，我就看到，因为他背是透的嘛，所以你看得到，还是看得到而已。所以我就看到他从我的body的床走来我旁边，然后就在我床旁边，然后就这样哦，就看着我，盯着我，然后他就把他脸放得非常靠近，哦所以我就这样，然后一整晚我都不敢睡。就是感觉到他是很没有，靠近因为你是吗？我有开一点眼睛，然后他就完全他看着他的脸前面，所以我就看着他2颗红红的眼睛这样看着我，然后过后，这整个我整晚我就睡不着，然后就可以念什么神的名字我都念，然后整晚睡不着。等到隔天起来的时候，我就整个人很虚脱，我就去问我的 buddy， 我说你做完了你做什么啊？为什么你好像有东西跟着这样？他就说，他就突然怎么？他说为什么你这样讲？我说没有，我说你不要吓到我，昨天看到这个，他们相信我看得到。然后他说我昨天整晚在睡觉的时候，我一直觉得有人在拉我的脚。他说啊，对他自己对他自己说，他说他觉得有人拉我的脚，可是拉到一半的时候就不在了，就没有拉了。然后我就说我遇到了这个事情，然后我就去问了我的 sergeant， 这个叫 Brian 的这个 sergeant， 然后我说我们遇到了这个东西，他说哎呀没有事啦没有事啦 ，don't care， 不要管不要管，他说你不要管就好，他说你们照这样睡就好，他说不要管，然后他就没有这样，那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就说可能就是说好像遇到山精还是野怪这种东西，可是你突然间 share 这个 story， 有时候我就越想越怪，而且又是4楼，因为我就住在4楼，那么巧吗对。 ？Oh my god！ Brian， 你有你在听哦认识他吗没有，你认识我吗？Brian， 你有看 Hellbang 的对吧？所以你也应该知道这个是你的我的可能是叫什么哎呀妈，你是不是我的杂你的症？对呀。你说你当兵的时候是几时啊？几年？哪一年2018。 ？2018。 Oh my god！ 真的是好巧不巧，哦真的是他自己亲身也经历过这件事。对 OK， Oh my god！ 真的很巧哎，真的。呀，我觉得哦，但是7月的时候，你没有看到他们摆贡品呢？真的是有摆贡品，是有哦对，真的是有摆贡品，他们会拜拜的，而且就是说，其实曾经在我们的 camp 还有人被附身过啊，就是 canteen 的 staff 好像在祭拜的时候，拜到一半突然被附身，然后7过后就月的时候吗？对，然后过后就那个很多那些蛇啊，他们去追这个安迪哦。60多岁安迪哦，这些蛇都是跑7分钟，2.4跑7分钟，他们追不上这个安迪。哇，sorry， 我不懂为什么很好笑，不可以笑。啊，对他们追不上这个安迪，所以有这个故事。你可以跟我讲哪一个 cam 吗？OK， 不用紧，他私底下不用，你私底下跟我讲是什么 cam，OK？OK， 我们已经确认了 ，OK， 是同样的兵营。Oh no！ OK， 但是 OK， 我们不要跟观众们说，我们就是不要吓大家，OK， 也是尊重这了个故事。 Brian 说如果你自己的兵营有经历过这件事，你知道是哪一个了。如果没有，就不要想太多，OK，不要吓你们。这样巧。Oh my god！OK， 那你觉得呢？为什么他还在？因为你看啊，已经过了蛮多年了。我觉得可能冤枉，冤枉。因为可能是他就是被那个推土机他们把泥土推进去的时候，其他他们的那些战友没有发现到他不在。对，而且我觉得可能也是，哇，我的毛一直站起来了，恐怖这样。就是那个什么，我觉得可能也是因为他也不知道他自己走。有几个人呐？对，所以这个奇怪的一点就是，他们在数的时候，多出来那一个人是谁？因为我的毛一直站起来，很恐怖哎。OK， 我不懂Brian 没有跟我们讲清楚啦，可能有2方面的可能性。OK， 一个可能是他们还没把那个推土机推那些泥土进去那个坑的时候，他还在。
就是他没有在坑里面。嗯， OK， 可能是在推的时候，then 他不小心掉进坑。掉进去，对对可能 OK， 另外一个说法就是说，睡觉那个人的多余的那个人是谁对，呀？耶，这很恐怖哎，哇！那现在已经听了观众的故事 ，OK， 现在乔西会讲他的自己的亲身经历。对，这个其实是我自己亲身经验过的，其实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，就是大概2018，就是那时候我其实还是在中学读书，就刚好好像是 SYF 表演，那时候就是那种跳舞对吗？表演时候的庆祝期间，所以那天我就是刚好表演结束了，所以要直接回家休息嘛，累了。就你们也知道，就是表演的时候你一定是会化妆的，弄美一点，对吗？对啊，以前我也是有 SYF 过啊。哦，上台的是一定要哎然后又放得很厚的那种，所以我就是想，哎呀，到家的时候既然我已经化了妆 ，OK 啊，回家的时候就刚好拍照啦。I knew it， 女孩要子都是这样爱美一。点嘛，对吗？所以那天就是很正常的，我就是回家 ，OK， 回到家普通，坐在镜子前面就拍照，对吗？拍 selfie 嘛，也是完全普通了。所以本来我其实还是蛮轻松的，就在耍电话啊，看那种 IG story，就是 normal relax 咯。可是我就是突然有那种感觉，为什么好像有人在看着我一样？就是比如说你们就是在外面走来走去的时候，就是有时你没有看到别人，可是你就是知道，诶，好像有人看到我，你就在看着我，你就抬头说，诶，真的是有人在看着我，就是那种感觉。可是那时候我就明明只是自己一个人就在家里嘛，我爸爸不在，家人都不在，只有我一个人。可是那时候就是 OK 啦，还白天嘛，我也是之前没有经验过这种灵力的经验，所以我就在 OK 啦，就只抬头，可能爸爸回来了，诶，看到了，我的房门开着的，就是不是那种开大大的来绑，只是那种缝隙这样子对对对，就是好像被风吹开一样。可是我就是想，也是有点奇怪耶。第一，我已经说了，我只有我一个人在家里。可是第二是，我就是明明记得那天回到家的时候，我直接把木门关起来。我们也是平时在家是不会开的窗口的，所以也不可能有风吹开嘛。可是我还是在想 ，OK 啦，可能是我就是表演后累了没关紧，可是 OK 就把它关了，就是确认一下 OK 推下去卡扣了，已经听到声音咚，我就 OK，我就回去镜子前面 OK，我就只是要继续拍照看我手机，可是没过几分钟后，我就突然就是有那种不舒服的感觉，就是有东西，就是我头脑就是一直想，你现在一定要转头一下去看你后面，后面好像有东西，就那种就是不安全的感觉，对不对？所以有点怕，真的是有一点怕，我就是记得那么清楚，所以就是不舒服咯。可是我就是跟之前一样，就想 OK 啦，哪里可能有什么种事发生？就白天哪里可能这样子怕的？所以我就 OK， 要多一次抬头去看镜子的反射嘛，就可以看到我的房间有什么奇怪的东西，还是如果门有什么事，我抬头又多一次，门又是开起来了，就是开大一点吗？还是一模一样，就是好像被风吹，真的是那一封信而已。一个缝隙这样然后我就我就不能动了吗？我想哪里可能？我就是明明几分钟前刚关的，就是我一直看着，就发现好像我客厅里黑暗那边好像有东西。我一直看，我发现了，就是在镜子看到反射吗？对，只看到就看到是一双眼睛，而且这双眼睛就是不是我家人其实没那么高啦，可是这双眼睛就是高到不像人的高度那边，就是已经很靠近，就是屋顶上了，可是就是不可能啊。
可是我就是被吓到了，完全动不了。然后就是我突然反应了，就转过头，可是眼睛都不见了。可是明明就是我刚看到，对吗？所以我就不相信，哪里可能？然后不只是眼睛不见了，我还听到一声，就是我地板是木的嘛，可是有人走路的时候会听到那种那种声音，对吗？你们也有旧的屋子是一定会这样子的。我就听到有人就是好像在走到别的地方。但我还本来想 OK， 可能不要乱想先，可能是我爸爸回来，可是我就是没发现到。可是我还是不要冒险嘛，就是已经害怕了，所以我直接跑到门那边，直接砰关上去，我不管。如果真的是我爸爸，我等一下就会知道，对吗？可是暂时我不要乱玩先，我就把它关上。然后这次我已经 OK 了，怕了嘛，所以我已经不要去镜子那边了，所以我直接爬上床，就是盯着看着我们，就是要确认不要停，不要再开多一次。所以已经很恐怖了。可是就是大概几分钟后，我就刚刚好，我爸爸就刚回到家，我就听到他已经把我我的前门就是把它开锁了，就可以听到那个锁是吱一声，对吗？我就知道，那就是说肯定我刚才看到的东西肯定不是我爸爸了。所以我就在那里想啊，是我爸爸还是谁？我都没人在家，哪里可能是别的东西？可是我还想，不可能是鬼吧，因为我没经验过。然后就我爸爸就回来了，对吗？所以他就直接本来是进去我房间，我还以为他是要跟我说话的，可是他第一声就是说：“诶，你的门把为什么湿湿的，有一点黏黏的？”然后我在想，哈，湿湿的。是为什么出现了？哪里可以出现这突然黏的？我刚才拿这也是没那种感觉啊。那时候我就知道，我就前几分钟看到的那个眼睛东西眼睛，我不知道是鬼还是什么种东西啊，我只知道肯定不是人类的。然后其实到今天我还是有一点也是跟你一样有一点毛战，是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记得清清楚楚，就是还看得到，在我脑里还看得到那个眼睛就是盯着我看着我。听起来很像是水鬼的感觉啊。对 ，OK， 我就想确认一下，说你是在你的房间里面，对吧？对，所以你的房门突然间开，对，就你趁你没注意的时候，它开2次，对吗？对，所以就是你在你的镜子反射的时候，你看到有一双眼睛在那里。那你记得那个眼睛是什么颜色吗？其实那眼睛蛮普通的，所以我本来是以为是我爸爸，是因为就是像我们咯，就是白色、黑色，不是像你的那个恐怖的红色。真的是看起来你一眼看过，就是说，哎 ，OK， 只是人站在那里了。可是你看这就是我跟你说，太高了，真的是太高了。可能就是那种家里有时候会有那种就是恶作剧的那种鬼，你知道吗？其实说到这个。让我再分享一个故事可以吗？这个真的是7月，真的我在家里7月发生的。你的吗？我自己的。哇，又在你的家，我的家很像他的这个故事，可是我觉得我真的有看到。OK， 就是其实这个是很短的一个故事，反正就是说我那个时候7月的时候，我就以前初级学 JC 的时候，我就跟朋友去探险，然后就探险回来了过后，我就半夜2、3点，他们就说要玩电脑，我就在那边电脑一起玩到差不多要3点半4点的时候，因为我的电脑是背对着门的，所以我坐这的时候，我的背是对着门，看不到我自己的房间的门，所以我就在玩到一半的时候，我突然听到后面有脚步声进来我的房间，就啪啪啪进来，然后我就有感觉有人在我后面，然后我就听到我的妈妈的声音，她叫我彤嘛，她说彤啊，还不要睡啊，她就这样讲，然后我就玩了一半，我就怎么？我说我在玩，然后我一转头过去的时候，后面是没有人，一个人都没有。OK， 然后我就吓死，我就哪里听到的？没有人，那个是什么？然后过后我一吓到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听到小孩子的声音，我听到
Oh my 这样的声音 god！不要在那边这样笑哎，这样恐怖哎。这样笑的声音，然后我吓到，因为我毛全部站起来，然后我一听到这个声音，我看向我的门的时候，我看到我的门的那个，就是门不是这样嘛，我看到那个门的旁边突然有一个小孩子这样过去，我吓死我叫，我半夜3点哇叫到，而且你家里肯定没有小孩子吗？对对，没有小孩子，就叫到哇，然后我妈真的吓起来，我爸也吓起来，他就什么事情，然后我就哭了。OK，这是你很小的时候，没有这个我没有已经出去结学的时候对对，所以就是说7月的时候，就是你让我们回到7月的东西，就是真的就是说7月虽然说就是没有这么多禁忌，可是不要去乱去这种奇奇怪怪的地方去招人。谁叫你？可是他没有啊。哦，他的我觉得是可能是你的家，可能之前没有，还真的是是可能，可能是之前或者 SYF， 我们每次去那种铁的是很暗的，对 OK？ 平时没有人去的 ，OK？ 是很暗，可能你是从那里带回来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应该是不是带回来，因为我刚才就说了嘛，我家其实是蛮旧的，好像就是我因为你住阿公的在那边时候买的。可是你住在那边有多久了？不只是我住在这里，我爸爸是从小住到大的，所以已经超过50多年50多年了，真的。而且是我阿公阿嬷，其实我出世前他已经去世了，他们也是在那个 block， 不是在家里，就是同一层楼。没有，我阿嬷是在同一层楼，就在门口外面晕倒，突然heart attack。哦，可是我阿公是在爬楼梯的时候，突然也是一模一样，又滑倒，打到头，直接死。而且他们两个都是医生，所以平时是这种健康的东西，他们是会照顾的。可是就是不懂，突然他们两个都是突然晕过，都是在同一座主屋。对，我听到一个。以专业的角度来说，如果你这个 share 这个 story 给我 ，right， 我觉得这个东西你要去看一下，因为你刚才说那个门把是是的，对，然后你两个都在都是滑倒，其实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去看一下。你现在还有这种感觉吗？我没有这种感觉了，而且我是没有看到东西了啦。OK 可是那怎么就是有时在家里的话，现在。最近没有了，可是这就是我好像就是因为中学的时候，不知道为什么每次中学的时候就是会有经验这种灵异的事情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是就是也很经常，其实蛮经常的，可能每一个月就会听到一次。所以就是那时候啊，那日期，我就是我的衣柜啊，是这种不是木，可是也不是铁，就是一半一半的。我衣柜你敲的时候，它的声音是不可能是别的东西的，就是比如说现在我敲这个椅子，听得出你敲煮的东西是木啦，对对 ，OK， 就是只有我家里只有那一个东西是会出这种声的，可是就是在晚上的时候，平时是在晚上，有一次是在白天的时候，晚上的时候就我会突然被叫醒。就是因为听到这种敲那个声音吗？也是不可能，不只是那种在楼上不小心掉东西的那种声音，是真的，我听得出，就在我房间里，砰一声。你这个不是跟刚才我们看的那个影片很像？对，就是这样子。而且那种刚才那个影片啊，就有那种掉的那个marble的声音，我好像旧的家，就是平时就会有这种声音的。我的戏也是有这个，我可以去你家吗？OK， 来你来帮我。就是说你现在会不会就是会感觉到这种东西？没有啦，所以最近几年没有了。那我也想问你，家人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东西？就有没有看到还是听到什么？我家人其实是那种不喜欢讲这种东西的，因为他们觉得如果讲出口的话，就是引来更多那种经验的，所以他就是每次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本来就要直接跟我爸爸说，刚才什么，可是我一说几句话，他说不要乱说。
其实这种就是很好笑，你知道，通常那种老一辈的，right，就是他自己有这种经历，可是他自己怕，所以他不要你讲，他不要你听，对对对可能是你爸爸不要你听啊不要听你讲的故事。确定是。那可能你们没有在外面讲的咩？不是在家讲他就是不喜欢讲这种事情，也可能是I mean 你的沙珍也是不要跟你讲，不知道是利亚的沙珍吗？可是也是不要跟你解释吗？所以我觉得可能是人太怕了吧。对了，对，我觉得是可能，如果近几年都没有，我觉得就 OK 啦。可是如果还在出现的话，您应该就是做一下拜拜吧。还是这种过来。呀 ，OK， 可以，你去看一下。OK， 我们讲了这些故事后啊，我知道我们是有一点，还是头发有一点长着，可是我们轻松一点吧。就是现在，其实我们在网上看了一些常见的常见的就是七月不能做的东西，对吧？就是那种别人就是说，不要，就是这个我真的是有听过很多次，因为我自己其实很经常染我的头发，可是我爸爸其实有跟我说过，7月的时候不要染到红色，你有听过吗？头发不要染到红色。就是红色这一个颜色。红色啦。其实我真的没有听过这个说法耶，我觉得我今天还是我听到我还是蛮惊讶的，就是说，为什么不能染红色？我也没有听说过这件事。对啊，可能你是染红色，然后长得很像鬼这样，所以那个鬼以为你是鬼，所以跟你讲 hello 比较容易撞到。可是红色不是换咩？对咯，而且红色辟邪嘞。对，不是吗？可是你们也没有听过吗？就是他们就是也是说7月也是不要穿着红色的衣服。我每天就是会听到这种东西的。没有，我没有听过。通常我反而会听到就是说你7月的时候你不要穿黑色的衣服。是吗？他们这样讲啦，就是说因为黑色就阴嘛。我黑色衣服最多呢，大家。你现在都穿着衣服。我黑色衣服最多嘞。对咯，我也是。你看我也是穿这样。哎呀，我管他，我每次都是穿黑色衣服，黑色就是我的颜色。对，没有。我觉得。我觉得没事啦，没事。呀 ，OK。你要染什么头发就染什么头发。我有听说过一个，就是晚上的时候，你衣服不要晾在外面。这个我就知道，因为好兄弟会借你的衣服。我有听说过 ，OK， 所以我有听说过外面的讲法，就是说你如果晾那个衣服在外面的话，因为那些好兄弟没有衣服穿，所以他会借你衣服来穿，所以他就会穿。所以有的人就想说，他们好像你知道他们不是拿那个竹竿，然后他衣服吊着嘛，就有人看到就是说他的那个鬼穿着他衣服吊在上面对啊，就有听说过这样的故事。可是其实真正的原因来讲的话，是说为什么有这样的避讳，是因为我们在7月的时候会招魂，我们道士我们会招魂，而且招魂的时候我们会拿幡，就是那种幡啊，你知道幡好像那种 flag 这样，来招魂。而且传统上来讲的话，其实他们以前招魂是用那个死者的衣服。所以就是他的那衣服绑在那个竹竿上面，然后这样招魂。所以就是说，如果你衣服吊在上面的话，7月就好像你在招魂的意思，就把鬼招进来你的家。学到了吧，大家？就是说改次晾衣服的时候，白天可以晾，晚上就收进来。对。还有一个就是电梯是吗？刚才对，他就跟我说，你每天回家 and then 对，就是刚才啊，我也是又是个解释给他们一些我家的事啊。其实我家楼下的电梯，我每一次去到电梯那边的时候，门其实会自动开的。我是听过啦，其实门自动开的这种事啊，你应该就是对不起，抱歉一下，你有听过吗？就是跟他讲不好意思，对，就是谢谢你，不好意思那种。没有嘞，我觉得说，如果那个是鬼帮你开的话，不应该讲 sorry， 应该讲 thank you。对啊，其实我觉得这种东西可能是 sensor 啦，就不要多想。如果你没有看到，你也没有怪怪的感觉，你就是当做是 sensor 咯，有人帮你开门咯，不是更好？现在科技很发达，对，可能现在这些HDB 的那些电梯都有 sensor 了。对，我不懂，可能你的那边已经可能啊，我就。真的是想希望不要想太多。还有呢，就是说我们刚才也跟你们说了，就是7月晚上的时候，如果有人拍你肩膀，不要转过头，OK， 因为它会灭掉你的阳气。对，如果你要转过头的话，
你整个人转身呀那你就 snap 你的 finger。哦，这样子这样动呀，所以也记得，如果有刘海的男生女生们，OK，不要盖你的刘海，不要盖你的额头，OK，、还有你的肩膀。1 2 3 OK， 这3点很重要 OK 还有多一个，我刚才看到，我就有这种事吗？就是说你就是农历7月，我都觉得很好笑。农历7月的时候不要打哈欠，为什么？ OK， 这个我好像有听过这种说法。然后他的那个理由是因为他们说你打哈欠的时候，你会把那个鬼魂吞进去，然后好吞进去离谱！然后你就会被他附身。我好像真的有听过这种说法，我觉得是闹着玩的啦。呀，我觉得不真实啦，我觉得好离谱啊！哪有这种事？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他就可以附你的身。那你呼吸，你不是把它呼进去？对，而且我你鼻子进去，哦 ，possessor。而且我每天都累了嘛，上班是一定会打欠的，对吧？不可能每次都进去又进去。是啊，所以不要这么怕啦。我跟你讲，人吓人吓死人，很多外面在。所以到现在，大家应该都知道我们该做什么，也不该做什么。OK， 在这农历7月的时候，最主要的就是说，你要尊敬他们，遵守我们的就是习俗跟禁忌就可以了。OK。就是根据他说的，真的是这个时期，你就是要有一种比较尊敬的态度，然后就是保持比较平常的心啦，也就不要乱说就对了。还有我想提一点的就是，其实，在7月的时候不需要烧这么多金子的，适量就好。我跟你说，该来找你的鬼还是会来找你的，所以你烧多少金子都是没有用。适量的烧，我们尽到一份心意就好。就这样。还有呢，我要跟大家说，我们 Helming 2岁喽，祝我们生日快乐！所以在这农历7月呢，我们会有很多，不是很多，但是有一个很特别的节目，我也蛮期待的，因为我很兴奋要看，嘿嘿。所以呢，要看更多精彩的内容的话，join 我们的 member， 3块钱而已1个月，很便宜，就当做请我们吃1盘鸡饭咯 OK。现在记得点赞、收藏，还有开启小铃铛。拜。